天我們要都是素菜，今天用佛手瓜搭配白玉菇，分享好吃的家常菜。今天一大早在菜市场花5元錢買了2隻佛手瓜，放在清水中稍微的清洗一下，去掉表面的一些污垢泥沙，然後用削皮刀把表皮削下來。記得挑選這種表皮光滑、捏起來沉甸甸的，這種瓜水分足，口感脆。每年的11月份左右是佛手瓜大量上市的季節，也是一年當中最好吃的時候。處理成視頻中這樣簡單的清洗一下，然後對半切開。剛削完皮的佛手瓜嫩得能掐出水來，看着就清甜脆爽，仿佛下一秒就爆出汁水。接下來我們要把中間的瓜子處理一下，因為瓜子多少有些苦澀的味道。接下來把佛手瓜切成大約1個硬幣厚的薄片，千萬不能切太薄，不然的話在煮制的過程中很容易碎。但是也不需要切太厚，不然的話很難成熟，也很难入味。全部切好放在大一點的碗中備用。接下來就是關鍵的一步，加入1大勺的白糖，下手翻拌均勻。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佛手瓜裡面的生澀味。這裡千萬不能加食鹽，不然的話醃出來的佛手瓜會軟塌塌的，而且特別鹹。放在一旁大約醃制5分鐘左右。準備里脊肉，把里脊肉切成小塊，然後再簡單的改下刀切成薄片。挑選瘦肉，我們最好挑選里脊肉或者是前腿肉，因為這2個部位的肉更加鮮嫩，而且筋膜比較少。全部切好放在碗中，接下來簡單的醃制一下，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然後再加入多一點的胡椒粉去腥增香。接下來加入半個雞蛋清，給肉片起個保護的作用，這樣做出來的肉片吃起來會鮮香滑嫩。用我洗淨的小手充分的抓拌均勻，使每一片肉片的表面都能夠裹上雞蛋清，加入少量的紅薯澱粉，下手抓拌均勻，大約抓拌2分鐘左右，抓拌成视頻中這樣的粘稠度就剛剛好。放在一旁醃制5分鐘左右。接下來準備一盒白玉菇，白玉菇的根部有很多的雜質，而且口感比較硬，我們一定要切掉一小部分。把粘连在一起的分開來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表面看起來非常的乾淨，其實它們生長在潮濕的環境，難免有一些細菌或者是雜質。我們一定要加入清水多淘洗2遍，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，然後控乾水分，放在一旁備用。雞蛋肯定少不了，也不需要太多，2個就可以。把雞蛋敲在小碗中，接下來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勻，使蛋黃和蛋白充分的融合，最後加入少量的水澱粉，再次攪拌均勻。這個時候的雞蛋液瞬間變得細膩順滑，這樣煮出來的蛋花嫩得像圓豆一樣，還不容易散。接着準備小塊去皮的老薑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薑絲，全部切好放在盤中備用。準備幾根清洗乾淨的香蔥，全部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蔥花。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經過醃制過後的佛手瓜，去除了裡面的生澀味，變得軟潤又不失脆感，只剩清甜的底味。我們往裡面加入多一點的清水淘洗一下，把多余的白糖淘洗乾淨，
經過這樣處理一下，我們在煮制的過程中就不會太甜，這一步千萬不能省略，稍微的淘洗一下就可以，然後再用力擰乾水分。經過這樣處理一下，方便下一步的入味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起鍋加入小半勺的豬油，因為豬油有一種特殊的香味。炒至融化，把切好的薑絲直接倒在鍋中，我們要把薑絲炒出香味。接下來往鍋中加入1大碗的開水，開水能快速讓薑的辛辣味融入湯中。接下來把處理好的佛手瓜倒在鍋中，把處理好的白玉菇也倒下去。接下来把醃制好的肉片也倒在鍋中，用筷子快速划散，避免粘连成坨。经过用筷子整理一下，讓每一片肉都能浸到滾燙的湯汁，很快看到肉片慢慢的捲酥，慢慢的變成了淺粉色，香味一下子就飄出來了。接下來簡單的調下味，加入大半勺的食鹽，少量的松茸鮮，其他什麼調味料就不需要添加了。我們吃的是食材的本味。大約煮2分鐘左右，把所有的食材煮至斷生。接下來就慢慢的倒入準備好的雞蛋液，稍微的推動一下，這樣可以防止雞蛋液結坨。經過這樣處理一下，蛋花也會更漂亮。因為雞蛋很容易熟，我們煮制的時間千萬不能太長，大約煮個10秒左右就可以出鍋啦。一道營養又美味的佛手瓜肉片雞蛋湯就這樣做好啦。往碗中加入提前浸泡好的枸杞，把湯汁盛在碗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啦。加入切好的香蔥，點綴一下，同時增加香味。佛手瓜脆嫩清甜，肉片滑嫩入味，蛋花吸滿了鮮美的湯汁，暖乎乎的順着喉嚨滑下去，從舌尖到胃裡都是舒服的暖意。寒冷的冬天來上一鍋，真的是暖身暖心又暖胃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。如果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